哦，德国拳王实在太猛了，擂台上竟然一拳把死神方便给放倒在地，而且在比赛结束之后还大放狂言，说死神方便只会跑，根本没有什么实力可言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嚣张的老外名叫贝拉阿留，绰号鳄鱼，听起来也是十分的吓人。来华挑战多年，也是击败了很多中国实力悍将，拿到的奖牌也是多到一个屋子都放不下。不过一直对死神方便心有余悸，经过几年的刻苦训练之后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为了能够击败死神方便，终结方便的连胜，甚至还请教了很多与方便对战过的选手，对此也十分的有信心。不过方便这时候已经拿到了47连胜，打败贝拉阿留之后，就能成功续写不败神话。那么你认为方便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？比赛开始前，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够动动发财的小手点赞，咱们直接来到比赛现场。宝石的竞技状态是比较好的，是啊，因为他今年也应该在34岁了啊。是的，那么一直训练这个很辛苦，那么在场上一直这两位选手以往的表现中都是相当的灵活，但是打法各有不同。方便喜欢打完一套就跑，根本不给对手一点反应的机会，但是绰号鳄鱼的阿留向来都是以爆发力著称，每次重拳都能打出不一样的效果。况且这场比赛之前，贝拉阿留早就做足了准备，是必要拿下这场比赛。但是方便可不是你说打败就打败的。教练的身份、企业家的身份，让方便变得更加多元化。是。那贝拉阿留，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绰号鳄鱼，2012年 AFSO 的世界冠军，2013年 WUFC 的世界冠军，2016年 WFCA 的世界冠军，横七8滚4飞强。好，一个后手的一个左右之拳啊，腿摔是方便的3组在一个层面是，这个方面也拉着这个维度啊，比较细啊，是，头摔。在我们的比赛规则，随着方面在武林风的时间呢，就我们的规则也越来越在优化变化。后手拳，贝拉阿留把方面推开，是连续的往里塞。估计在比赛之前，贝拉阿留请教了很多被方便打败的老外，所以打法非常积极。不过他忘了，这些被请教的选手可是全部都被方便给干掉了。方便在擂台上的灵活性非常高，而且每次出拳都是快进快出，利用散打的优势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。贝拉阿留的重拳根本不能对方便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前后直前摆是方便的这个特色之一啊。哦，这才打左摆，对到了。方便的灵活打法也让贝拉阿留一肚子恼火，想进入内围根本就挤不进去。而且方便之前就是用这种方法击败的马库斯，虽然说对手早就知道方便会怎么做，就是找不到应对的办法，这一点也让贝拉阿留打得非常不舒服。方面连续几次都是很好的用。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双方经过整整1个回合的试探之后，也大概都对对方的打法有了了解。散打出身的方便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双方的距离，就算阿留是泰拳界的高手，也没有任何办法进入方便的内围。只要控制好距离，对手根本没办法施展一点有效的进攻。不在一个档次里面，总感觉到稚嫩了一些啊，是。那黄老师，作为您对方面的了解，这次的方便又有哪方面有进化？因为每一次对手不一样啊，让他展现给大家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。方便和邱建良的打法虽然不同，但是他们都比较擅长在比赛中思考，也就是所谓的用脑子打比赛。虽然打不过对手，但是方便也很聪明，迅速的把对手给推开，这才避免了后续所带来的一系列伤害。毕竟对手是泰拳的出身，那位肯定是要更前一些。不过方便也利用自己的散打经验，不停的拉扯对手，这一点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刚才是脚戳到了这个擂台外面，是。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脚踝？应该没事。对，好崴到脚啊。对。漂亮。
对，很扎实啊。是，对，此时比分不占优势的贝拉阿留已经开始着急了。不过这也是擂台上的大忌，一旦失去耐心，开始着急，就很容易被对手给找到漏洞，从而导致失去节奏。贝拉阿留非常的执着，一直在找机会想要把比赛给带入到内围，方便控制距离。虽然到位，也总有被对手给侥幸进入内围时候，只能搂抱来化解对手攻势。顶膝。哦，所以说，哦，后手拳，旁边后手拳，两个人对拼。所以说刚才就像洪老师说的，方便不要跟他这样对拼哈，是不适合对拼，是容易被所以说他找到对，机会还是打移动，还是打移动啊。第3回合的比赛了。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可以看到上回合贝拉阿留已经很着急了，不停地加快自己的攻势。不过好在方便抗住了。最后一回合，方便也决定不再吃哑巴亏，果断选择反攻，而且时刻准备着后撤和对手保持距离，因为对手的实力确实不一般，重拳的威力也是让方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就不要给他拼拳就可以了啊，打这种单击的这个打完就撤，打这种单击的这个移动是这样的话是很有效的。是。哦，对这种移动，然后这个阿留打起来会很费劲，对，还容易抓得到，对，打不到，然后呢进去1下2下，然后直接，刚才有这个爆腿的声音。贝拉阿留还是希望方便能跟自己对攻，是。方便完美的利用了比赛的规则，只要在内围对拼，打不过就直接搂抱对手，用这样的方法为自己争取时间，而且还能干扰对手的攻势。毕竟这种行为是主办方允许的，所以根本不存在违规犯规这一说。但是这种打法确实容易惹怒对手，就算再不满意，心里再不爽，他也没有一点办法。节奏和控制力啊！其实今天我们的比赛呢，由于我们的这个嘉宾来了，也让我们对比赛的解读呢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，是吧？这个不同的角度是。这比赛都有啊。这也是洗澡接着摔。贝拉阿留。这时候贝拉阿留也是蓄了一个正蹬，狠狠地命中了死神方便的裆部。虽然没有大碍，但是裁判还是把比赛叫停，两位选手也能趁此机会得以喘息。就是这一会儿的这个贝拉阿留啊，在这个后2回合当中表现的还是不错的。对，方面呢，这个多次运用这个接腿摔的方式呢，打破对方这个进攻的节奏。这样的话，方便有最多5分钟时间恢复过来了，准备继续。是。最后的10秒钟。最终比赛也是结束了，方便成功的赢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你觉得方便的表现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